就你走不动！我费尽心机隐藏在这些死囚当中，就是为了进入灵牙塔，为我娘找到解药。是不是灵牙塔的所在极为隐秘？灵牙塔共分8层，每层都分别由一名雀蛇领着一众哑仆看守。雀蛇负责开设生死区，专使女囚们相互厮杀，为上流权贵提供赌盘权，草菅人命，丧尽天良。为了我娘，这吃人的牢笼一定要闯一闯。饭来了！这怎么吃啊？全都馊了！什么意思啊？你倒是说话呀！他是哑仆，不会说话。他的意思是说，轮到咱们这儿就剩这些了。什么叫轮到咱们这只有这些了？为什么？这儿的饭菜是从上往下开始分配的，越是上面的人呢，就越是先挑。这怎么才能去到上层啊？这灵牙塔呀，每一层都有一个生死局，这塔里的囚徒都可以以命相搏。你若是赢了，便可以往上去一层；若是能闯到塔顶，说不定还能重获自由。可你若是输了，那便是连命都没有喽。赌命？若我想参加这生死局，该怎么做？那你得有本事先见到雀蛇呀。怎么样才能见到雀蛇？除非你寻死。没事吗？在灵牙塔，自杀是大忌，没人告诉过你吗？说吧，有什么阴谋？我要参加生死局。好久没有见过这么不要命的人了。既然想找死，那就如你所愿。去，禀告塔主，底层要开生死局。不能拿！谁拿了，谁就要参加生死局。生死局！与其被饿死，不如放手一搏。对，不如放手一搏。对，比起饿死，不如放手一搏。哎呀，不能吃，不能吃！哎呀！诸位，今晚底层新增一局，不知道诸位可否还有雅兴啊？这次要开的是什么局啊？对呀，怎么玩啊？到底来了多少女囚啊？欢迎诸位来到八卦生死局，十降五为限，只有找到生门的人才能活着走出这里，去往上一层。
生死局开始。你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是哑图呢。你找到？姐姐，是我。我刚刚一路走来，死了好多人啊！这古圣龙洞天堂也太吓人了吧！这是2响谷了，10响谷之前如果没有找到出路的话，我们都得死在这儿。什么？姐姐，姐姐，我不想死。走这边。出口。这门是假的。假的。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6响谷了。时间不多了，我们得赶紧找到真的出口。好，走走。怎么样？几位贵客选的人都还满意吧？我压了5人，折了4口，真悲情。多玩几次，就能够找到窍门了。
这图上一共有8扇门，刚才我们已经验了6扇。据我推测，生门应该就在前和对这2个方向之中。时间不多了，我们必须分头行动，这样才会有活下来的机会。这样，这扇门交给你，我去那边。来，拿着，好好保护好自己。为何擅自闯塔？我不是让你安心等我照顾好你娘吗？等不了，我娘病情突然恶化，大夫说若是再找不到解药，恐怕撑不过这个月了。灵牙塔非死罪之人不能进，你是如何混进来的？新进状元郎被歌手弃尸城外，凶手至今未获，我就去官府自首，顶下了罪名。胡闹！你是顶罪。这塔中之人都是穷凶极恶之徒，其中危险你可知？我知道，你说过的，进了灵牙塔九死一生。解药我会尽快找到，我也会想办法把你送出去。可我都已经进来了。8香菇，香马上要烧完了，快走！出口就在那个巷子，插入钥匙就能打开出口，通过生死局。还愣着做什么？快杀了他！快动手！你继续啊，我就带了一根，再用还得先拔出来。拿着，接着。我刀娘从不用刀，笨重无用，就跟男人一样。多谢相助。我不是来帮你们的，纯粹是因为出口的钥匙被这丫头拿走了。姐姐，我刚在巷子里找到的钥匙就被他们发现了。钥匙？九香过了，哎，你这人怎么这样？
终于压住一回。活下来3个，是不是有点犯规矩了？规矩？灵牙塔哪来那么多规矩？既然3个人都出来了，理应都作数。哎，那3个都作数，那赌钱怎么算啊？2位各押中1人，赌金由2位平分。你平分，这倒是高兴。若是3个人再杀一场，你押的那个将蛮肯定赢不了。那你想怎么着？难不成真再来一场？那必须再来一场。凭什么？我押中了，我也押中了。合体生财，合体生财啊！我有个提议，那几个女子都是如花似玉的美眷，说2位贵客不嫌弃，不如下去好好享用一番，岂不美哉？就让刚才那个身手不错的来陪我。武舅在。刚才的话都听到了吧？赶快去安排。是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姐姐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味道？你们不应该打他们的主意。处理好了，连同2名随从也一同销毁了。唉，都怪他自己狂妄自大，竟不知道自己得罪的是什么人。可他毕竟是我们的客人，要是有人追究起来，放心吧，要他命的人自会处理。今晚的生死局，中途你去哪儿了？我看生死局要破，便打算亲自下场，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，不慎让他们3人侥幸通过。无妨，就算逃过这一层，早晚也是个死。不过无咎啊，我得提醒你，若是让我知道了是你坏了灵牙塔的规矩，我绝不姑息。乐子也看了，臭虫也杀了，把他们3个送上去吧。是。这是你的吗？
谁让你动的？哎，不是，不知道是你的呀，我顺手就捡起来了。再敢碰我的东西，把你手剁了，听见没有？哎，你这人讲不讲理啊？他刚才明明是好心，不需要。你们俩能不能别在这假惺惺的了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灵牙塔。自己是什么人？怎么进来的？心里没点数吗？在这个地方，要么生，要么死，别跟我玩什么姐妹情深、阴谋诡计那一套。是，这塔里是没有好人，都是虎狼。但是多个帮手总好过多个敌人吧？没准你哪天死的时候，还有人替你收尸呢。你还真善良啊！非礼勿言。我是这里的雀蛇，秦玉人，你们可以叫我秦先生。你娘中的是灵牙塔的毒，我只能暂时控制毒素蔓延。师父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引路戟。欢迎3位来到灵牙塔第2层生死局。生死局？这么快就开始了？我们这幽灵学堂以考试作为生死局，成绩优异者可升去上层，其余失败者，只要愿意继续做我的学生，便可一直留在此处。这么听上去，岂不是比下层强了上千百倍呢？哇，这这么好啊！哎，我们不如就留在这里吧，也不用去参加什么生死局了。要留你自己留吧，这么多的书，看得人头都大了。若留在这里，不参加生死局，也不上这些课，该如何处置？总也学不好，肯定是坏学生。这么来之不易的机会都不懂得珍惜，那就只有杀掉了。这兔子肉是我娘特地给你做的，我能拜你为师吗？我也喜欢吃兔子肉，你能教我抓吗？你看我编的也还好吧？师傅，你什么时候开始教我呀？我什么时候答应收你为徒了？看在我帮你梳头的份上，师傅考虑一下呗。没收过徒弟，不曾回教。我也没拜过师呀，咱们相互照应呗。考虑一下。那我就当你答应啦。咱们拉钩作证，不许耍赖。你可知这一身本领，意味着多少的苦痛？师傅，你看。看什么？江满，有些人呢，就是口是心非，嘴上说的那么绝，腿倒是挺老实。画得真妙啊！哇，这人也太多了吧！这些人虽有说有笑，但为何让人感觉不到一点
生气。我下在这里了。好奇。谁呀？谁扔的球？长没长眼啊？你扔的？没看到我人在这儿吗？眼瞎了？哎，跟你说话呢！哎，撞到人了，应该赔不是。对不起呀。没关系。师者言：若当认错，须感同身受，知其所苦。学有所言即是。谢谢。上课了，快走吧。不是，这都什么呀？有病吧？见过先生。诸位请落座。诸位，再有几日，我们正好又将迎来一次考试。好个屁！一来就是考试。课堂之上，不可擅自言语，目无师长。你怎么能随意杀人？他本就是死囚，死有余辜。幽灵书院接纳你们，是为了帮你们清洗掉身上的罪孽。方才这下，就当是他命不好，替你受了罚。念你出来，为师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如若再犯，绝不姑息。诸位都是获罪之人，获罪之因由追根溯源，皆是情人竟如此诡谲狠厉。故本书院要做的，就是教会你们何为女子应尊之礼。本次考核科目为策论，3人为一组，虽是各自完成考试，总分最优者重赏，最差者重罚。组队意愿，考试时填写即可。好了，现在开始上课，请打开女戒。女有4行：一曰妇德，2曰妇言，3曰妇容，4曰妇恭。夫云妇德，须才品学艺；妇言须辩口立辞。妇容则是要时刻注女戒我看过，跟这截然相反。妇恭原书是让女子谨小慎微，可他这书却是让女子大胆张扬。这个书院，这个情欲人，到底是想要做什么？这食物也没比第1层多多少，人还多了这么多，咱们能吃饱吗？一天就吃1顿，能吃饱就怪了。老娘要出去，我得使劲往上爬才行。美娘子，
你们是刚来的，对不对？刚从1层上来的，对不对？你俩有事儿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是刚来不久，没比你们早几天。然后呢？大家同为新人，理应互帮互助。你不觉得这些人看起来都特别奇怪吗？看起来特别不聪明的样子。若是我们合作，考试岂不信手拈来？抱歉，来晚一步。我们仨满额了。那也可以互帮互助啊，没准儿会发现有的人更好合作，而有的人应当舍弃。帮手未必是越多越好，手太多了反而容易添乱。我这个人最是怕生，所以特别不喜欢装手的。我们走。好。哎，别离我这么近啊！最烦你们这种没事搂搂抱抱的。这哪来的？上一轮考试我考第2，我考第3，先生赏的。加入我们，好吃的少不了。怎么了，阿蛮？姐姐，要不你们还是换个人组队，我这样肯定会拖累你们的。这是灵牙塔的生死局，肯定不同于寻常考试。若真是考那些诗书礼乐，那个刀娘不是更靠不住？说得对。哎，姐姐，那你不如就找那2姐妹组队好了。那2人虽说看着是比其他人要正常一些，但我绝对不会和他们合作的。为什么？直觉，那2人绝非善类。怎么？难道你想留在这儿？倒也不是，就是怕成为你的累赘嘛。别老想着否定自己，我们说过的，要一起闯出去。哎，阿蛮，你到底是怎么来到这儿的呀？像你这样可爱的姑娘，能犯什么重罪啊？姐姐，你真的要知道吗？你若不想说就算了，没事没事。我先回去准备了。那明天的考试我会努力的。胡闹！你是顶罪，这塔中之人都是穷凶极恶之徒，其中危险你可知？我知道，你说过的。进了灵牙塔九死一生。师父说的对，此处皆是犯过重罪之人，最好还是要找到机会搞清楚他们的身世，知己知彼，方可进退有度。
书院有规，亥时之后，学子不可踏出学舍半步，违者严惩。走，跟我去见先生。这是什么？此乃毒腺，会岩壁扩散至肩部，一旦毒腺蔓延到脖颈，侵入后脑，将回天乏术。我娘不是已经没事了吗？怎么还没醒啊？你娘体内的毒素已被我暂时压制，但想让她彻底痊愈，完全苏醒过来，还得找到解药才行。胭脂，莫要再追了。师父，他们先随我来。师父，师父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在，你又开始胡闹了。我怀疑这一层，你好好听我的话，老老实实在这一层待着，找解药的事交给我。我怀疑这一层跟我娘的解药有关。方才我在那个学子身上发现了跟我娘相同的毒腺。你是不是也查到了什么？秦玉人心思缜密，你这样贸然行事，难免会在他身上吃亏。你知不知道？师父，那你出现在这儿，如果被塔主知道了，你岂不是也很危险？无妨，我正好有要事在身。最近从2层往3层去的人是越来越少，而且2层的生死局也是越来越无聊。照这么下去，必定会引起宾客们的不满。塔主的意思是想整治幽灵书院。自从2层交给秦玉人打理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过问过。若不是他能为我配出这些烟膏，我岂能容忍他的胡作非为？那秦玉人一向恃才傲物，恐怕不会那么轻易屈服。在幽灵书院待久了，还真把自己当先生了。那塔主的意思是，若那个秦玉人再这么不懂事，就让他变得和那些学子一样吧。这第2层的书院，难道说是给他们试药的？没错。那我娘所中之毒，应是早期试验之毒。现在看来，应该能在秦玉人身上找到线索。好，太好了，我娘有救了。走，我们这就去找秦玉人。你这样做容易打草惊蛇，而且灵牙塔戒备森严，一旦惊动了塔主，我们将前功尽弃。明日你照常参加考试，我自然有办法帮你。其他的事我来做。师父。我要为我爹娘报仇。师父，是你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是说他没有杀你？看见你没事我就放心了。你是说他带你来的？那看来他就是让你看着我，
让我不要贸然行事。七，你的名字？那我以后叫你阿七。明天的考题，你怎么会有这个？他让你带给我的。选夫论。在世人眼中，女子成人之后，终身大事便是选夫。我已教授诸位许多关于女子的遵循之法与处世之道，就请你们依据以往所学，就选夫这一命题做出论述。考试时间1个时辰为限，除非交卷，不得离开考场。开始答题吧。1个时辰内，所有人都会待在此处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绝佳机会。这么多字，抄完就该交卷了，我哪还有时间探查？他在干嘛？交白卷吗？这也太不靠谱了！慢着！怎么了，先生？我不是才说了吗？考试时间内不得离开考场。先生，我已经答完了。你确定这就交卷？我已经答完了，不能交卷吗？你可知不认真对待考试之人，会有什么下场？我认真对待了。针对此题，我想写的、能写的，都已在纸上。若我没有漏听漏看，先生应是没有规定字数吧？你可想好了，离开这个考场，如若后悔，可就来不及了。谢谢先生提醒。这个是真指望不上。我都已经出来了，我就断然不会再回去的。你若是再发出声响，那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呢。哎，我有数。走。昨夜一靠近这里便被阻拦，这里面一定有猫腻。看来下面另有乾坤，我下去看看，你帮我望风。哎，没事儿。
我不喜欢你骗我，你能不能让我安心一点？师父，事已至此，要么你就带着我，让我在你眼皮底下行动，要么你就事事逼着我，让我自行试错。反正大不了就是一死。你敢威胁我？师父。师父，这是……毒腺已经侵入后脑，再也醒不过来了。解药，我娘的解药！我已经查过了，解药不在这里。你看这儿，这些难道是？没错，考出不同的名次，吃不同的药。怪不得有的人没有意识，但有的人已经像木偶一样，他们拿人当试验品，这层血子全部变成了他们的药人。正因如此，灵牙塔才能靠着这些药控制那些所谓的权贵。此药可致人出现幻觉，身处极乐之境，愈陷愈死。一旦尝试，便会迷上那种感觉。给魁首吃这个，算什么奖励？这些药虽让人上瘾，但好歹还有些神智。其他药更甚。若全都是傀儡木偶，他怕是过不了教授育人的瘾，所以他让考得好的学生留有神智，至于那些差生，就沦为玩物，任他摆布。我明白了，秦玉人就是靠铃声操纵那些傀儡的。或许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。暂且先不提秦玉人的事，你这个时候不应该在考试吗？我考完了呀，这才多会儿功夫呀！我给你的那些文章，就算是熟练的代笔先生，也得抄很久。你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出来？我就写了一句话。一句话？那秦玉人向来看重学堂秩序，你这般行为轻佻，轻视他的威仪，简直就是把他的脸踏进泥里。师父，你放心吧，我可是有在好好答题的。他让我们就选夫一题做出论述，我最想说的话就是那句：宁可抱香枝上老，不随黄叶舞秋风。世人皆云，选夫为女子一生中最大之事，嫁作人妇为女子一生中唯一可行之道。我却不觉，我偏要另行其事，离经叛道。选夫，我偏不。他还挺有趣。如果不是在灵牙塔相遇，说不定你们会惺惺相惜，秉烛夜谈。那个秦玉人如此孤傲冷血，我才不愿跟他多说一句。其实秦玉人并非大奸大恶之人，只因为情所累，后来横遭变故，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师父，这么说，你知道他的身世？哎，这次考得怎么样？还行吧。姐姐，你去哪儿了？我正四处寻你呢。怎么办呀？刀姐姐好像真的决定跟那两姐妹组队了。那我们……没事的，放心。放榜。我又是第2，我又是第3。姐姐，你是第1名，榜首竟然是你！你好厉害呀，姐姐！光他厉害有什么用啊？架不住还有一个拖后腿的。我考了倒数第1。不是你的问题。若是先生喜欢我的答卷，定是不想要常规解法。可是本来我们总能拿第1的，就是因为我的分数那么低，才拖了大家的后腿。你看，
刀娘考得不是挺好吗？那是，我们刀娘考得可真好，我们3个定会是此次魁首。刀姐姐，你真的不要我们了吗？你们2个，你笨的要死，他那提前交卷，那能怪我吗？想必诸位学子都有知晓自己的成绩。下面我将公布分组后的最终排名。此次共有20名考生参与考试，无法进分3人，所以会有2名学子被剩下了，总分上会有些吃亏。但好在他俩成绩够高，不至于排到末尾。白小慧、白小英，那2位被剩下的是你们。别这么看着我啊！最烦你们这种自以为是的。我们3个是一起上来的，自然是一组了。你怎么会有明天考试的题目？这个你不用管，放心考就行了。你想让我帮你干什么？别无所求，我们不是一起上来的吗？互相帮助是应该的。那你怎么不把这个考题给江蛮呢？江蛮他底子差，如果忽然考得很好，一定会引起秦玉人的怀疑。我知道，你对这里的人处处提防。不过只要你还把我当作同伴，我就一定休戚与共，推诚相待。你怎么能出尔反尔，言而无信呢？真是不知羞耻，犹如斯文。哎，我可什么都没答应过你们啊！我说过了，让你们离我远点，是你们自己一直一厢情愿的。好了，分组已定，多说无益。下面我将公布此次考试的魁首。让我们祝贺这3位。且慢，先生，我方才猛然想起，我好像有一处错漏。什么错漏？我的考卷没写名字，所以此次成绩不能作数。南言之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是啊，姐姐。你这是将我这幽灵书院的考试视作儿戏。先生，正是因为本学子重视考试，所以才会主动承认。不过这书院本就不是真的书院，先生也不是真的先生，或许这种错漏也无伤大雅吧。很好，为了奖励你的诚实，我就如你所愿。来人，此人态度不端，成绩作废。你们干什么？把他们仨给我带下去！你们干嘛？放开！求求你，别杀我！南言之，如此心软，还想报仇？师父，请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这就去把他杀了。言之，不必了，你本性太过善良，不适合去灵牙塔。可是师父，我娘中了灵牙塔的毒，我必须拿到解药。老娘真是被你坑死了！这次是我擅作主张，连累2位，对不住。真是脑子有病！你干嘛？你又搞什么幺蛾子？哎，谁？你干嘛？来，哎，去一边去！别碰我！松绑有屁用，当时就不该信你。现在小命都要被你玩没了。刀姐姐，你消消气嘛。姐姐这么做一定有她的道理。
我自己来。不是，南这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是呀，姐姐，我也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放弃做魁首啊？当魁首，也不能去第3层。不是说得到第1名就会有重赏吗？秦先生是这么说的呀。这就是给魁首的重赏，你们自己看吧。这是樱草，还会有各类菇粉。你懂药草？我从小跟爷爷一起去山上采药，当时很多药材我都有接触过。那这东西到底什么玩意儿啊？这东西吃多了就会变得像这些学子一样，行尸走肉。那这么说，整个学院不都是秦先生的傀儡啊？亏了没跟那俩姐妹组队，要不然还真就被困在这儿一辈子了。可是秦先生每天都跟这些傀儡在一起，他不觉得瘆得慌吗？也许有的人就是愿意沉溺幻想，享受这种虚假的快乐。那才是天大的蠢货，梦里面越享受，清醒过后就越痛苦。要是我，就算是要严刑拷打，也要站着清醒着。想让我吃这种玩意儿，做梦！大胆！谁让你们进来？这某些人啊，蛮靠仁义道德，再看看自己做的事儿，枉为师表。自我掌管书院以来，还从未遇到过像你们如此顽劣的学生。看来真的有人敬酒不吃，吃罚酒。秦女使，你叫我什么？秦女使。多少年了，居然还会有人这么叫我。秦女使曾是本朝名满天下的第1才女，那个在太后身边为其执掌御批、号令百官的宫中至诰，这么称呼，难道错了吗？你揭穿了我的身份，就不怕我杀了你？秦女使当然可以杀了我，但在临死之前，我想知道，那个在百姓心中宅心仁厚、爱民如子的第1才女，她是否还在？她已经死了。宁可抱香枝上老，不随黄叶舞秋风。这是秦女使在及笄之年为自己写下的名句。若那个她已经死了，我又怎会获得此次魁首？你还知道什么？听说因为太后失势，她被赏给了太子，从此杳无音信。可是有多少女子就是因为秦女使得以入学堂、识文字、破除礼教、独立于世，时至今日，她仍旧是他们心中的第1才女，女中良相。自恨罗衣掩诗词，举头空羡榜中名。第1才女又如何？没有了太后的庇佑，不就是个金玉做表的玩物罢了。落到男人手里，满腔的才学再无用处。他们不在乎你的永柳之才，他们只在乎你这轻薄衣衫下到底藏着一副怎样的身子。只可惜，怪我当年年少轻狂，恃才傲物。你别过来！我怎会与你这酒囊饭袋进床子之婚？我要见太子！我要见太子！我自以为清高，不愿意色世人，
我还划伤了他的脖颈，而太子却降罪于我，将我丢入大狱。我才知道，原来太子看中的并不是我，只是想断太后羽翼。而我失去太后庇佑，彻底沦为囚奴，随意任人踩踏，连最下贱之人都能轻薄于我。那一刻，满腔的才学，满腹的精力，满心的忠志，都成了笑话。那秦女使为何会来到此处？我本以为会被凌辱致死，然后扔进那乱葬岗，然我精通药理，便被这灵牙塔主买来协助试药。你知不知道，这是在助纣为虐？这塔中满是恶行，那又如何？我早就不在乎什么仁义道德了。在这儿，至少我有我的书院，我有我的学子，我可以为人师长，我可以传授知识。这里根本不是什么书院，那些也根本不是你的学生，操控这一切的只是那个铃铛而已。你如此沉溺幻想，和那些行尸走肉又有什么区别？幻想又如何？我的人生都已破败至此了，我就是想做一个梦，一个超脱世俗的梦。就算醉生梦死，又有何不可？我就是要打醒你，秦女使。你虽女子出身，却不落窠臼，敢破礼法之所。明明有治世之才，经略之谋，现如今却自甘堕落，成为一群吃人权贵的帮凶。你说的倒是轻巧。我身处地狱，无力向上，我就算心有不甘，我又能如何？我这一条贱命，我又能如何？要是心有不甘，那就抗争致死，杀恶鬼，出地狱，在世为人。你果真有趣。说吧，折腾了这么久，究竟所为何事？我要解药。秦先生，有件事我一直很好奇，之前那些人是如何通过这第二层的？其实说来也简单，只要在晚上到了子时来到这个地方，就会有雅仆接你们到第3层。就这么简单？我在这院内明令宵禁，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啊？原来如此。在上面要是待不下去了，这里随时欢迎。也不知道带上你们是好是坏。戏演得不错。是你把我的身份告诉他的吧？我不理解，以前我3番5次邀你，你都没有回应过我，为什么这一次却对他敞开了心扉？你这次也并非真的为塔主而来，是为了他吧？我会禀明塔主，幽灵书院并无问题。暂且留步。你说过会帮我杀掉害我入狱之人，
是真的吗？你我都皆知那人权势滔天，想要报仇，需通力合作才能得其所愿。好，你若帮我，我便帮他。这什么破地儿啊！不是说一层比一层好吗？这感觉还不如第一层呢。这层到底比什么？该不会就咱们3个人比吧？你们有没有听到？这有什么声音？听着像打铁铺的声音。这次到底是比什么？这次到底比什么？不会真是我们3个人比吧？哎呀，你跟家雅仆较什么劲呢？这先好好吃饱饭啊才重要。哎，但这菜确实比前面强点啊。等等，居然敢在饭菜里下毒，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看来，在这层不是被毒死，就是被饿死。怪不得这层没人了。带我们去见雀蛇。主人，这是幽灵书院最近新送来的新药，药效比之前的更佳。不出100年，贵人们必定会成吃成饮，而且一旦停药，就会狂躁难安，生不如死，直至衰竭而亡。很好，但只是这样还不够啊！不知主人为何不满？我苦心孤诣经营这座灵牙塔，不仅是为了削弱他们的心智，更是要壮大自己的实力。请主人明示，那批钱为何迟迟没有运到？究竟是你松懈了，还是管不住下面的人？属下办事不力，请主人责罚。你也不必如此，下面的人不听话，换了便是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起来吧，主人，属下一定尽快的督促。这塔里的老人待久了，难免是倚老卖老，自以为是。该心狠的时候绝不能手软，才能成就大事。主人教训的是，此事关系重大，不容有误。是。
之前听你说过，那人被你在脖颈处划伤，险些送命。这里居然还有个这么大的洞！行，大晚上的还有会客呀？又来了3个新人，我这还真是越来越热闹。这是什么人？我们是来参加生死局的。这么着急赶着投胎的，我倒是头一次见。我就喜欢你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。不过今天时间不早了，想参加生死局，等明天吧。你先告诉我，这层的生死局是什么？不急，你们能活过今晚再说。你们干什么？别想着蝇营狗苟的在老娘饭菜里下毒，老娘不吃你们那一套。聚宝窑近日进展缓慢，主上有多次催促，此事我总觉心神不定。簪花乃塔主义子，有他在，想必不会出什么纰漏。我倒不担心，只是若塔主不放心，无咎，愿代为效劳。我去，怎么突然这么多人？这里怎么这么奇怪啊？你们是？这个箭射满了，可在我那边将就一晚。来，你们3个今晚就睡这儿，我都给你们铺好了。不用麻烦了。那个人怎么带着刀啊？有人说不让带刀吗？跟这样的人住在一块儿，这大晚上的，怕也睡不安生啊。姐姐，咱们今天真的非要住在这儿吗？不想待着，那就滚出去！图雅姑娘，他们3个今天刚到这一层，还不懂规矩，你就别和他们一般见识。来，哦对了，你教我扣碗就行啊。啊，扣碗，没事，我们自己来吧。听你描述，你娘所中之毒，应该是在我之前的雀蛇太阴所为。这个雀蛇太阴，现如今在何处？雀蛇太阴在我之前，一直与此位塔主炼药，只有塔主见过他的真身。后来因为立下大功，也被升至上层。这么说，他现在是第3层的雀蛇。
如果说那个簪花男就是雀蛇太阴，我最好还是先搞清楚这里的情况。说里面是一个铸币房。谁？出来！再不出来，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康无咎，你不在底层待着，鬼鬼祟祟来我这里，是要再打什么坏主意？塔主不满交币的进度，所以命我前来聚宝窑查看情况。你放心回去禀告塔主，我们会如期完成任务的。那就好。张无咎，你看完就赶紧走，我这里不欢迎你。你我并无仇怨，又何必如此？我知道你来这里干嘛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你休想靠近他半步。怎么这么多人？快要死人了吧？这一层比什么呀？诸位，这轮生死局叫做金窟猜谜。金窟猜谜，你给我干什么？谁知道呢？很简单，你们两人分成一组，随机分配，投骰子论输赢。游戏一共3轮，连赢3轮者，不仅可以离开第3组，而且这里的黄金，你们想拿走多少都可以。怎么都是金子呀？不带劲，肯定有诈。可是小心点好。我不参加，这辈子最烦赌博了。这可是生死局，你不参加的话，不参加又能怎样？来，给他开开眼。诸位，现在你们随机2人分为一组，每张桌子上都有骰子和骰盅，哑婆会在一旁宣判输赢，赢的人进入下一轮。至于输的嘛，刚才你们也看到了，
当然是丢下去，开天眼喽！我们不要站在同一桌，这样就不会自己人对自己人。刀姐姐，别说了，我是不想赌，但我得先活着。都痛快点嘛，别磨磨蹭蹭的。早赌晚赌都得赌，早死晚死都得死。你们再不上桌，就都给我进去喂蛇。不行了，你走走。开始。这段日子辛苦你了。不苦。若是没有师父，我也不知道如何能坚持下去。这是我给师父做的，我给他起名千丝镯。他日若你带上它，我们一起闯进灵牙塔，定能所向披靡，无往不利。金库猜枚第1轮，开始。是金库猜枚，到底是什么？他难道能听音辨头？老天爷，求你要照我！如来佛祖、观音菩萨，求求你！姚静离手。开。我活下来了！我活下来了！人身抱佛脚有什么用？是我进步了，菩萨都难保。完了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！放开我！别过来！你们别过来！别过来！要不我快去了！别过来！放开我！你们搞错了！你们这样可就要找错人了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明明是我赢了，为什么要杀我？凭你蠢。不讲规则，明明是我在点数的。你确定你搞清楚规则了吗？求求你别杀我！我可以留在此处为你当牛做马。我也可以，求求你别杀我！那就如你们所愿吧。送他们去地府当牛做马。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
还愣着干什么？开始啊！不是比大小吗？我居然留了下来。对啊，我明明点数比对方小，我还以为我必死无疑了。你们还记得那个男的说了什么吗？投骰子论输赢，不是这句。难道是雅不会在一旁宣判输赢？就是这句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我们的输赢是由雅璞决定的？那雅璞怎么知道谁输谁赢啊？难道说我们的命运都掌握在他们手里？那怎么破局啊？我现在还没有想得很明白，我还要继续观察一下，或许能找到破局的办法。主人，新的铸币已经带到，请您查验。办得好！有了这些，用不了多久，天下就是我们灵牙塔的。金库猜谜第2轮，开始。令牌两面的花纹不一样。来吧。腰定离手。规则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？只有一个人能胜出，那么只要他把对手解决掉，不管结局怎么样，他都能活下去。看来这里没有任何规则可言。为了赢，什么事儿都做得出。还好没有跟他抽到一组。这女人到底什么来历啊？我听说，她是赤莲族百夫长，她手里死过的人，可能比这里死过的人还要多。还继不继续了啊？开始啊！喂，你怎么还不开？在想什么呢？我光面是大，那另一面就是小。刀娘那边比的是小。这是我的头子，还我！我赢了！我的头子，我的头子！那边比的是小，是我赢了。看来你们之中已经有人摸清楚游戏规则。你们抓错人了！这桶子里什么都没有，应该是我赢，应该是我赢！不要我的帽子！你们抓错人了！我的帽子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帽子！我的帽子！怎么样？我没事，给。谢谢你。芊芊，你的蛇咬了，你怎么样？啊，没事。来人，将他带下去，关2个时辰。凭什么？
干什么？不许动！凭他搅乱秩序，理应受罚。你若是再敢阻拦，小心我把你也丢进蛇洞。娘娘，没事的，放心。哪只？放心。哼，可惜了，他怕是活不过今晚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刀姐姐，什么意思？现在怎么办？师父，师父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。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灵牙塔中的囚犯都是要犯，不可随意轻信。你今天居然为了一个认识没多久的人以身犯险，你想气死我？可是，你也说过，进了灵牙塔就是九死一生。既然如此，我就需要一些真正的朋友。所以你就蠢到用自己的命去换取朋友？你知道那下面的蛇有多厉害吗？还好我在，不然你今天连这儿都出不去了。这事真的这么多？可是我娘的解药还没找到，怎么办？不过你也不用担心，蛇毒并不致命，只会让人昏迷，如假死一般。等毒素消退，你自然无事。没有毒，师父你不早说，你想吓死我？现在不给你长点教训，怕你之后不长记性。我也不能一直看着你，我还有重要的事要做。对啊，如果那些被扔进万蛇坑的人没有死的话，他们去哪儿了呢？走！大娘，你要干什么？带你到周灵牙塔，去外面找解药，给你治病。走！大娘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。你现在杀出去，我这蛇毒都还没有解就该死了。那怎么办？哪有解毒的？哪有解药？可是姐姐，你这蛇毒毒入心脉，就再难剔除。我现在要是在外面的话，我肯定有法子治你。这里面什么都没有，我这，你的蛇毒，怎么办？哎呀，没事儿，那就顺其自然呗。你们都别哭了。顺其自然？都要死了，你让我怎么顺其自然？当娘，反正我现在都要死了，在我死之前，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个心愿？你有什么心愿？我上刀山下火海都一定给你做到。我看你一直很宝贝你的虎头帽子，我真的很想知道，它为什么对你如此重要。你告诉我，我也知道我因何而死，也算死得其所了。就这点小事儿啊！我说，这个帽子呀，是我亲手给我孩子缝的。
叫豆豆，是个女孩。她特别的聪明，特别的懂事，特别的可爱。以前我是一个坏新娘，靠给别人换洗衣服过活。我们这些做劳力的女子本就受人轻贱，那时来我店里的男子都把我看作可以随时穿的衣服，随便轻薄。放手！调笑说话。常年如此，我也习惯了。回来了。后来有个镇上的衙役带着几锭银子来我家提亲。我天年见他出手阔绰，便答应了这门亲事。刚开始他对我也很好，我还天真的以为我择了良夫，谁知道呢？都是狗屁。他一见我生的是个女孩，便大失所望，抱都没抱一下就跑出去寻欢作乐。那个天杀的，不仅整日对我非打即骂，还染上了毒瘾，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拿出去变卖，完全不顾我跟豆豆的死活。我只能白天给娘浆洗衣裳，晚上替人缝。赚来的些古钱被他抢走后，还要先捅板上的撞脚。后来他的毒瘾越来越大，是这个豆豆卖了换钱，你放我豆豆！所以你才如此厌恶赌博之事。所以，刀姐姐这么想出去，就是为了找豆豆。我就算耗尽这辈子，拼上这条命，我也要去找他。刀娘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他的。谢谢你，南言之。对不起，你都是为了帮我，还救了我这么多次，让你差点没了命。其实我已经没事了，这蛇毒不死我。怎么可能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没事了，你看，好了。你确定你没事了？你确定你不会死？不信你问阿蛮。是真的，姐姐的伤口已经在愈合了，现在已经并无大碍了。你骗我！你吓死我了！南言之，谢谢你。好了，眼下我们最重要的是，赶紧想办法度过明天的生死局。姐姐，你想到新法子了吗？不过我还需要阿蛮你。我？我们那边茅草不多了，我想向你这边取点茅草。哦，行，谢谢。寇娘子，我帮你吧。
不用了，没事儿，我帮你，你歇着。多谢你啊，阿敏姑娘。没事，我这身子不方便，连洗个衣服都这么费劲，还真挺不好意思。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？我们同在生死局，本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肯定互相帮助的嘛。可惜我们都难逃一死啊！如果所有人都能像你这样想的话，那我们死之前，可能都能活得舒坦一点。你也不必这般难过，不难过又能怎么办呢？明天一到啊，我们就各安天命了。寇娘子，实不相瞒，这生死局有必赢的法子。当真？其实是这样的。涂鸦，告诉我，怎么赢？我怎么会知道？我刚都听见了，你跟江蛮他们说有什么必赢的法子，那你应该问他才对。每次杀人，他们都对我颇有微词。你觉得他们会告诉我真话？我可以告诉你。那，你能不能先把刀拿开？亚布手里的令牌分正反两面，一面有连纹暗花纹，粗糙不平；另外一面光滑如镜，细看能看出来区别。光面微小，纹面是笔大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你不信我？我自然是更信你。相比你，那个人更危险。你是说，那个江蛮？你们不知道他的过去，但我见过他的残忍。诸位，久等了，本场生死局最后一轮马上就要开始了。且慢，这第3轮若还是2两一组，未免太无趣了些。哦，那你想怎样？不如我们和你们各派一位代表，若是赢了，在场所有女囚都去第4层。那你要是输了呢？若是输了，自然我和所有人都留下来，任凭处置。这个赌注有意思。不过，你不过什么呀？我又没问你。此等大事，岂是你能做主的？笑话！要是我都做不了主，那谁能做主呢？自然是寇娘子了。我区区一个弱女子，若没了这拐杖，我怕不是连第3层都走不出去。如何问我呢？你出不去，是因为你根本就不需要出去。我说的对吗？雀蛇大人。南姑娘，切莫取笑于我。寇娘子不必谦让，你身为雀蛇，却甘愿委身其中，真是胆识过人呢。南姑娘，你此话怎讲？首先，你手上拄拐处无茧，说明你的伤并不是旧伤。拖着一条残腿又不会武功的你，是如何从底层的生死局一步一步爬到第3层的？他们是看我拖着残躯，可怜我罢了。
其次，他的手上并没有引路结。再者，昨晚江蛮去你房间，故意透露生死局破局的消息给你。我说过，令牌上有暗纹，却没说过是灵纹、暗花纹。但你告诉涂雅时，却说了出来。我有说过是灵纹暗花纹吗？怕不是……涂雅姑娘，你记错了吧？我没有记错，而且你告诉我的答案是相反的，根本没想让我活着离开这里吧？在我们部族，如此不守信用是要被当众处死的。你把我说的都告诉他了。你们什么时候走得这么近了？我们虽然认识的时间不长，但我们都一样想要活下去。说吧，什么事？我想告诉你，我们身边有这儿的内应。谁我还不是很清楚，但我可以把他揪出来。我凭什么信你？试一试与你无害，但是如果不揪出来，明天的生死局我们可能都凶多吉少。南姑娘甚是聪慧。范娘，要不咱们直接不谈？难得我想与大家玩一玩这猜谜，没成想啊，自己先被猜出来了。雀蛇大人好兴致，竟然自己下场参与生死局，不知若是输了，你也会跳蛇洞吗？来人！且慢。方才你说的第3局，你要赌上在场所有女囚的性命，你可知这赌注挺大的？我们就想赌一把。好，那你说说看，这第3局你想怎么玩？我们每人一个骰子，落定后盲猜对方点数，猜中者为赢，一局定胜负，如何？好，就依你。生死局第3轮，二位准备。要是输了，我们的命也得搭进去。不放心，你俩上去比啊。姐姐能赢吗？行了，你别糊弄我了，我这还一手心汗呢。二位准备，生死局最后一轮，开始吧。如果计划最后能够顺利进行，我希望你可以用听音变头帮我。我为什么要帮你？你也想离开这里不是吗？单凭个人，我想我们都很难赢过雀蛇，只有一起合作，才有赢的机会。我们不是朋友，你为什么要相信我？这次之后就是了。
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离开这里。听出头子点数后，我会以眨眼次数告诉你点数。不好意思，我猜你的头子1。怎么了？你也跟雅璞一样不会说话了？人家都已经主动弃权了，你怎么还不公布结果？第3轮，南燕之胜。阿夏，怎么？你们想出尔反尔？阿娘，你明明可以赢他，为何要故意放他走？人有失手，这次是我听错了。可我以前从未见过你失过手。难不成此事又与那庄无咎有关？范娘，之前受他蛊惑已铸成大错，如今怎可再轻信他言，一错再错？切莫坏了这生死局的规矩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簪郎，我心意已决。没想到堂堂雀蛇大人，竟然会言而无信。让你带走所有人那是不可能的，不过，我们可以给你一些金子，让你能够舒舒服服的去到第4层。我必须带他们离开。你别不知好歹！簪郎，你先出去，我单独和他讲。阿娘，我叫你出去。
说说吧，你为什么不自己走，非要带上他们呢？因为我跟他们承诺过，会带着他们一起离开。你说什么承诺？你该不会真信那个东西吧？为何不信？趁时候还早呢，不如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10年前啊，月下房有一名琴技冠绝京城的名妓，巧了，也叫寇娘子。谢某一生所求，不过是能与你日日这般琴瑟和鸣，朝暮与共。长乐未央，长午相望。有佳人如此，此生定不相负。得君此言，妾身万幸。寇娘子，谢官人被官府带走了。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听说是参与了虚王爷的谋逆之事。虚王一事牵扯甚广，得把他救出来才是。这些你先拿着。如果这些钱财还不够的话，你就把这把琵琶当了吧。寇娘子，这把紫檀琵琶是您最宝贝的东西，没了它您用什么呢？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。快去！奉命捉拿叛党同伙寇完。寇娘子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寇娘子，我劝你还是早日在谢群的供罪书上签字画押。谢公子谦虚有礼，品德端正，是绝不可能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的。哼，还真是情比金坚呢。来人，给我打！半年之后，虚王一事平定，寇娘子被放了出来。但是她饱受酷刑折磨，已满身伤痕，落下病躯。干嘛你？下去！我说哪来的乞丐呀？知道这是哪儿吗？就敢往里闯？我来找谢权，谢官人。我们家谢大官人已经入赘公主府了，不住这儿。我说你一个臭乞丐，也不撒泡尿照照，这驸马爷也是你能求见的？什么时候入赘的？赶紧滚！哎呀，吵吵什么呀？吵吵什么？簪子，这是我的簪子，这是我们家主子赏的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如月，你是如月，我是寇娘子。我不是什么如月啊，你别认错人，我是寇娘子。走！快点！站不开呀！哎呀，快走，别多管闲事。谢权为了从虚王一事中脱身，最终选择入赘公主府，而寇娘子那些积蓄也被自己的丫鬟骗了去。可怜她入狱这半年，竟一直傻傻信守着那些所谓的承诺。你会不会觉得呀，这个寇娘子啊，是世界上最傻的女人呀？那我想知道，那个负心汉，还有那个薄情的丫鬟，后来怎么样了？哦，有一年的正月15啊，有人在城里的各个角落里看到了谢驸马，还有如月断掉的胳膊、腿，还有头颅。
听完我的故事啊，你还相信承诺吗？甘言无忠良，世薄多苏秦。时候不早了，我劝你啊，拿着这些金子，我会派人把你平安的送到第4层。你的故事说完了，我这里也有一个故事。这枚戒指，你还记得吗？这是灵牙塔的引路戒。你从何得来此物？10年前，灵牙塔派出杀手将我爹杀害，我娘也身中奇毒，昏迷至今。而这枚戒指，就是当时凶手的遗留之物。一路闯荡，得知凶手乃是雀蛇太阴，而他就在这第3层。你是说，我是你的杀父仇人？不错，本来我应该现在就亲手杀了你，为他们报仇。但我的师父再三叮嘱，叫我不要鲁莽行事。因此有些事情，我决定向你当面问清楚。你师父庄无咎，他还和你说什么了？你是不是在怀疑第3层的雀蛇就是谋害你父母的凶手？那个头上戴花的男的如此心狠手辣，他怎么可能不是雀蛇的黑鹰？是，也不是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带你去个地方。簪花男并非雀蛇。我来过这里，这不就是农业女囚铸币的地方吗？没错，仔细看。那个不是蔡明的女囚，她还活着。雀蛇奉塔主之命，在此熔铸新币。炼金需要开凿山洞，后来他发现利用复杂多变的山洞结构，可以将女囚藏匿其中，难被发现，所以他便开始帮助这些女囚假死，瞒天过海。可即便如今他良心发现，他也不能证明他并非杀害我爹娘的凶手。整个3层，有此能力者，除了雀蛇，更无他人了。他连这些都跟你说了呀？我知道，你是救了很多人，但若是面对仇人，我也绝不会心慈手软。你想要的答案，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。我并非雀蛇太阴，而这枚戒指也不是我的东西。凡灵牙塔雀蛇引路戒，皆以左手无名指的尺寸为准。这枚戒指的大小，看到了吗？说明戒指主人的手指比我纤细得多。实在多有冒犯，还请寇娘子见谅。三郎，把剑放下。板娘，若他是寻常人等也就算了，可他是庄无咎的人，我不可能放他离开。三郎，你把他放了，难道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吗？之前你瞒着塔主，在铸币中掺入杂假，私自将余下黄金交由庄无咎转运出去，已是死罪。若不是他3番5次蛊惑于你，你又怎会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？听我的，咱们将此人抓住，上报塔主，说不定能换个将功折罪。三郎，三郎不要！寇外，灵牙塔一向手段暴力残忍，你我在此多年怎可不知？就算你抓了他跑，我还是难逃一死的。而放掉女囚，
是我真心想做的救赎之举，跟庄无咎没有关系的。我就算死，我也不可能做一个背信弃义的人。不知主人连夜传召，所为何意？这里有2箱金子，这一箱是我之前封存的，这一箱是你前日送来的。属下愚钝，不解主人用意。那你给我看好了。属下监管不力，罪该万死。怎么了？金币掺假之事已被发现，塔主马上就会来问罪。后面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你快随我离开。我不能走，我如果走了的话，塔主会把所有的事情全怪罪在三郎身上，而且我们那些费心藏匿起来的女囚也难逃一死。我必竭力周旋，护大家周全，可你若不走，便只有死路。庄无咎，对不住了，这针会让你晕睡片刻。庄无咎，此番我断不可能全然而退，只有我死了，才能保全你们。你我还有未尽之事，你不可。庄无咎，答应我，那些我们藏匿起来的金币你一定要收好。还有，如果有朝一日，那些女囚能活着走出灵牙塔，他们就拜托你了。恭迎塔主大人。三花，叩见塔主。塔主，你这是为何？你还有脸问我？我让你替我看住寇婉，没想到你反受他的蛊惑，居然与他一起联起手来骗我。若不是我发现金币掺假，你还准备骗我到何时？塔主，你还知道叫我一声塔主？多年前，多亏塔主帮我杀了谢全和如月，否则我早已曝尸街头。此等恩情，寇婉难以为报。这些掺了假的金子，就是你报答我的方式。寇婉绝无违逆之行，只是见不得这些权贵以人命为乐，以生灵谋利，不得已才出此下策。告诉我，余下的金子在什么地方？念在往日的情分，我让你死个痛快。
柯婉深知难逃一死，任凭塔主处置。你还是不准备说？把人给我带进来！塔主，此事与他无关，却是柯婉一人所为，还请塔主不要滥杀无辜。再问你一次，我的金子呢？柯婉不知。既然如此，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，杀了他，我就对你从轻发落。开贤无重视，是我多苏起。我不怪你，动手吧。你自己过得那么辛苦，叫我怎么忍心让你一个人离开呢？咋了？我记得你之前说过，若背信弃义、苟且偷生，那与那些阿杂败类有何分别？属实。咋了？谁有此理！你们是都不想活了？放手！您的养育之恩，簪花只能来世再报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婉娘，以前从未听过你弹过琵琶，方才一听，果真是清情动人，天籁之响。此生能够听你弹奏一曲，我没有遗憾。你怎么这么傻呢，簪了？
要买一把最好的琵琶，然后我回京城，再把月下房开起来。我要告诉世人，后娘子又回来了。那你呢？你出去之后想干什么呀？不知道。不过，若你重开月下坊，我一定第一个到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一言为定。寇安之事，你到底知不知情？是不是你联手他一起来骗我？你以为你不说我就不知道了吗？站住！怎么，你终于肯开口了？你可知你做的这些事情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你什么意思？灵牙塔的那些权贵，无论他们想要什么乐子，我们都尽力满足。可他们仍旧只把我们当成看门狗，有用时摸摸头，无用时啐两口。你居然说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话，你可是该当何罪？无论多么愚蠢暴虐，贵人永远都是贵人，因为他们生而为贵。即使变成痴傻的废物，你仍旧可以踩在我们的头上。而我们，就算做的再好，在他们眼里，也永远不会把我们当人。够了！虽然我不确定，但是听你的描述，那个人应该是他。你知道雀蛇太阴是谁？我没有见过他本人长什么样子，但之前塔主是想把他调到我这一层，但后来不知为何改变了主意。也就是说，他在更上一层，终于到第4层了。也不知道师父现在怎么样了。金创耀，你记着，你是灵牙塔主的女儿。我为有你这样的父亲而感到羞耻。没想到寇娘子竟然真是好人不长命啊！我和师父同样杀过那么多人，那我俩到底算不算是好人呢？对呀，住手！江南，阿曼，你疯了，杜雅！阿曼，究竟是怎么了？你怎么会突然得罪杜雅？刚才只是好心想去给他送吃的，谁知道他就要杀我！你给我闭嘴！他碰过的东西，我才不要呢！你们要想活命，也离他远点。
你是吃拧了吧？在这闲着没事找茬打架。为什么？怎么回事？他们关系这么好，打起来了。涂鸦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希望你能够当着我们几个人的面，把话说清楚。2年前，有人以一己之力毒害了整个江家村，我可不想死于非命。